开头到这是什么都不想做，坐在这边快要睡着了。不行，刚签的试试看好了。嗨，大家好，我是雷哥，现在是 G318川藏线挑战第10天，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容许兵站海拔4000挑战海拔5000的东大山。现在行李也整理好了，时间早上5点，但是这个虫卵，我好不想离开这个环境。等等把行李挂回车上，出发时间应该5点半，还有1个半小时会在漆黑当中骑行。其实这反而是最有效率的，你也不用分心拍照，路上也没有大车，你就一个人在漆黑寒冷的夜晚中不断的骑，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一看码表，哇，原来已经爬上500-600了。这就是我今天4点钟起床吃早餐、整理行李的主要目的。但是最后会不会离不开这个电热毯的暖床，我就不知道了。就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床。还是要出去面对了。其实就是一个念头之差，我现在可以马上转身回去床暖那边，把棉被盖起来，干喉咙还在痛。但如果出发的这一刻你硬起来，出去之后就没事了。OK， 上车吧 ，Go！ 哇，好黑，好恐怖，一片漆黑。现在不只是看着码表的坡度图骑车，现在还是看着码表的地图。哪边有转弯，这样子去骑车，不然什么都看不到。慢慢骑咯，等到太阳出来再说。哇，今天呼吸状况不是很好，脚是很有力的，踩得很轻松，大家就呼吸跟不上。才刚出发2.2公里，海拔4050，也只能边骑边调整了。啊，先做一下，开头到现在骑了5公里，脚没有问题，但就是呼吸怪怪的，吸不到气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是痰还是什么，先卡着，咳一下吧，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咳出来，看一下是什么。喉咙会痛啊！好，我不想上车，但是坐在这边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要么就是直接回头再住1天，要么就是继续骑，就是这样而已。现在气温-5度，还有点冷，时间6点，距离太阳升起还要1个小时，有点漫长。下来穿个衣服好了，有点冷，热不起来，吸个氧气吧，怪怪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意志力不足，还是真的有状况？就是你真的要骑是可以的，只是就很不想动。但待在这边也没有用。6点半哦，我休息这么久啊，走爬个山搞得跟鬼灭之刃一样。今天唯一的盼想就是等着太阳出来，温度升温一点。那个话都能讲，气会乱。意志力有点扛不住，骑是绝对能骑，而且脚力还很好，真的脚力很好，但就是呼吸没有到很顺，让我的意志力有点崩了。有委员同款小型铁皮屋，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坐在这张小板凳上。这边好像还有个木材打火机可以点着这个柴火炉，但是我现在连把相机移到远一点地方，然后自拍我都不想，就只想坐在这边，等到太阳升起。是不是太早出发了？之前的汽车观念到高原要改一下。天是亮了啦，但是气温还没上来，这是什么都不想做，坐在这边快要睡着了。然后每次眼睛睁开再看一下时间，才过3分钟。就算等到太阳出来解决了温度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呼吸的情况会怎么样。骑起来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这样一定要休息停车。那停车在那边喘的时候也没有比较好，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被打崩打趴这样子，不然平常我不可能把车子牵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进到这种屋子休息。这些距离终点大概就是一个阳明山的海拔差距850公尺。等了一段时间，可能也快7点半了吧，太阳还没有照进这个山谷里面，感觉再等下去要等很久。现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那些意志力要让我重新启动骑起来，有点难度。待在这个虽然有柴火炉，但是打火机不能用的房间里面，也没有什么用，就还是要骑起来啦。要么就是骑，要么就是回头，就是这样。现在我卡在这边，两种都不想做选择，既不想回头，可是又没有勇气前进，这就很糟糕。靠北，早上才装的水，现在就打不开了，干，整个变冰沙。晴朗的7点半，-6度，真的冷到动不了。但是你越是不动越冷，所以你需要鼓起一个勇气。Go！ 都8点了，太阳还没照进来，你也骑不出去这个山谷。奇怪，怎么就是照不到太阳？其实从早上出发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但相反的，这是海拔比较低的一半，后面只会越来越难了。不知道休息了多久，现在时间8点50分，感觉我休息快半个小时哦，我还是不想走啊。骑到下一个有太阳的地方，可能还要休息个10次，中间目前都还是阴影。不想动啊！好，现在阳光也基本上完全覆盖，温度有上来了，有点暖暖的感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进度了，呼吸还行，现在距离山顶13公里。时间9点10分，还剩下530公尺的爬升，其实是可以这样子下车走路慢慢牵啦，但进度就会拖慢。道理我都懂，但是就是那个意志力。如果这一栋建筑物是旅馆，信不信我直接在里面住个1天？这些大车不知道载着什么，很重，速度跟我骑脚踏车差不多，他们通过就要很久，不如直接停下来喘口气。跟之前的山脉都不一样，看这个地形应该是 U 型谷，所以先下到下面白白的一片，这个就是冰川的残留。但是关我什么事？我才不要花力气去做一些跟爬坡无关的事情。虽然爬升剩430，但跟你们想象的430不太一样，这里是海拔4630。加油啊！谢谢。可以看到前面转个弯之后，这一条直线走到底，远方3处雪白覆盖的山头，那边确实就是东达山垭口。只是这一条看得到的直线距离8公里，只能靠时间磨过去啊。但是就是这个磨的时间会很煎熬。大家现在看影片，一定也感觉到我的痛苦，好像不怎么想拍影片，也不飞空拍机。我先吞个口水，喉咙都很痛啊。好了，现在海拔4700，也正式突破了我过去最高的纪录。就这样了，没有什么要说的。
点整，也大修完了一次，飞了一下空拍机，吃了一下饼干。现在海拔高度4753，距离垭口还有5.8公里，爬升302，给自己一个目标吧，跟之前的玩法一样，水平距离500公尺，小修一次，到山顶前就不要大修了。500公尺有点难，现在是300一次。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个时间遥控器的话，帮我直接快转到4公里之后吧。刚牵的试试看好了，看看可不可以维持一定的速度，但是不休息。骑车的时速大约是6，牵车大约3.5，但牵车比较不需要休息。意志力上也不需要这么强，就这样子慢慢走。哦，喉咙好痛。现在时间12点25分，东达山到了，标示最高垭口海拔5130。想说下坡到左贡就好了，然后就不走了。对啊，好累啊，好累啊！从哪过来这个？今天从荣曲，那准备下坡以后就不骑了。状态不是很好。要搭山了？要啊要。对，还是跟着搭山。既然都这么要休息休息，太累了。成都还可以过来的，10天干到这边。哇，大哥你真牛逼啊！小兄弟，你上来怎么上来的？你多少岁啊32。你不管你多少岁，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大哥。谢谢。哎呀，飞反了，飞反了。没有。中国福建的吧？台湾。台湾呐？对，台湾的哟，台湾岛呀，桃园啊，你这不是从台湾骑过来的吧？搭飞机到成都。啊，搭飞机到成都啊？对。最后一段真的崩溃啊！崩溃了，崩溃！马上下坡了，没事，加油加油！对，相信你可以的，相信你可以。吸不到气。你要回台湾，绝对是非常牛逼的人。原本身体的状况影响到心情，所以我就已经不太想拍了，头痛嘛，气喘嘛，然后又累嘛，就想说赶快下坡，也不想再多做讲解、拍影片之类的。结果刚遇到一位好心的大哥，互相聊一下，分享了一下，心情顿时好了不少啊！大家听到我现在讲话的这个声音，不是我在哭啊，是这个喉咙真的有点。哦，整座 G318川藏线里面总共会有2座海拔超过5000公尺的，现在的东达山是一个，之后的米拉山也会是一个。至于哪一座山比较高，我就不太确定的。有人说东达山这边是5130，也有人说东达山是5008之类的，反正都超过5000，都很不好收就是了。所以我们就真的不要在上面待太久。现在这边海拔5000，我们赶快下坡到海拔3900的左贡。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心情继续骑，还是要休整个大半天这样咯。其实从左贡到邦达沿途的108公里都是缓上坡，很轻松的。本来我今天是想要再多骑一点点，但是再看一下情况吧。哦，现在真的应该是有史以来状况最糟的一次。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标准的高原反应。到最后1点多公里，我连牵车都牵不太动，每300公尺都要边牵边休息一次了。啊，好了，不要再讲了，头越来越痛了，我赶紧下坡，
Go Go！东大山是我整趟川藏线中最难受的一段，事前没有准备高反药物，再加上求好心切，选在半夜出发，就是这2个错误让我爬坡陷入致命的循环。京城太冷了，所以要依靠运动加温，高原上运动又需要靠氧气补足，不吃药又减少了血液的吸氧量，大口呼吸喉咙又会痛，继续消磨意志力。看着码表上的数字，每爬升10公尺就要休息1次，那爬到山顶不就还要再停车80次以上？想着想着心态就崩溃，事实上还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扎扎实实的在每一次休息之后重新起步，在挣扎当中前进，就是唯一的办法。应急的铁皮屋中，我甚至想说等到天气暖和一点，可以折返回容许休息1天，但想到浪费的爬升就很可惜。常见的高山症在东大山都发生了，但我知道还没有严重到肺水肿、脑水肿的程度。神奇的是，我在整个崩溃的过程中有想过休息、牵车折返，但搭车这个选项完全没有。我可以接受路段、机械故障、法规车种限制而选择搭车，但是体力、身体状况之类的理由就有很多主观解释空间了。骑单车这么久，我也算是个老司机了，身体有没有到极限，我还是知道。明明做得到而选择软弱的时候，这个阴霾肯定会在我事后挥之不去。好啦，现在吃完了片菇炒肉片，我在想说片菇是什么？看起来外观跟吃起来口感有点像是台湾的鳝菇。白饭是给一大盆，一定吃不完，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舀。只不过刘委员是不是每次都把那一大盆的饭吃完？我做不到啦，等一下还要骑车。只要看到菜单有红红黑黑酱汁味道很重的那一种，就不要点，就点那一种看起来蛮清淡的。配上白饭更是一绝，轻轻松松就可以吃2到3碗。现在时间下午3点，也差不多从刚刚的东达山回神了一点。抱歉呢，在东达山的那个状态真的是没得拍片，没得讲解，这个状态炸得很彻底。我相信高原反应是有占一部分的原因，但是占了多少？是不是很严重的那一种，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的喉咙痛应该是冷风吃太多。至于说肺水肿，我觉得应该没有到这么严重，那个是要直接送医下山吸不了气的。各种情况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整个头都昏昏的，我就觉得很扯。现在也稍微回升了一些，从左贡到邦达大约110公里。今天是不可能骑到邦达啦，但是中间有很多个小镇，我就想说今天就再骑个40公里到田陀好了。中间沿途是缓上坡，加起来不会超过200，也算是可以让我复健期恢复一下精神，又可以加减推进一点里程啊。如果左贡的下一个点还要再爬一座山的话，那我肯定直接现在休息了。好了，那就先骑起来，有骑起来才有进度。那晚上再找一下有没有什么喉糖啊，还是再准备一些高山症的药。现在我们过了第一个5000公尺的大山东达山，差不多在1个礼拜过后还会有第2座5000公尺的大山，那个大山也是最后前往拉萨前的最后一座。但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每一座山都好难。啊，好享受，好惬意！现在眼前终于没有任何一座大山给我满满的压力。抵达42公里外的田螺镇是缓上坡啦，我现在就只想悠闲骑，散散步，踩一踩，就这样就好。PS 这里左贡海拔还是3900，刚踩个小上坡不换挡，还是蛮喘的。我忘了，下午是逆风啊！哇，这风沙。现在这边还没有到很漂亮，山头都光秃秃的，再晚个可能1-2个月吧，这边就会变成绿意盎然。最主要的是气温也不会那么低啦，比较适合骑车。早上骑车-6度，连太阳洒下来都没有什么用。我是不是好久没有提到这种单纯的平路了？没有风吹，平地，踩起来时速26，好爽！好像川藏线进了雅安之后就没有这一种这么单纯的平路了。漂亮。东达山过后，川藏南线就进到了后半段，大幅度的海拔落差路段也比较少了。从折罗山获得了高原经验爬坡数据，从剪纸湾山学到了围观的海拔也需要重视。海子山告诉了我不可以无视风阻，东达山让我知道人类是有极限的，除非能够超越人类。从左贡到邦达之间的100公里是极为罕见的平路，沿着玉曲河流微微的起伏，每隔15公里就有一个村庄，蜿蜒的河流、低滩湿地，都让我的身心灵从东达山之后重新回归平静。
这段路也是不好骑啊，逆风加路烂，加上街，大家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状态很差。但有选择从左贡多骑这32公里，肯定是正确的选择啦。我只是被东达山最后那6公里吓到而已。其实正常来讲，一般的30公里没有那么恐怖。今天话就讲的比较少啦，回去再用旁白补足吧。是一个人。对，好了，带大家看一下田妥镇最贵、最豪华的单间，100块人民币。至于介绍感想的，先不要讲，因为我现在很想拉屎。前面3、4天我在骑车的时候，都有一种很想拉屎的感觉，可是每次真的拉下去，就那一点点不够看。这次好不容易食欲强烈到，刚刚都想要在路上找公共厕所了，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干一波大的。好，干吞下去了。刚有一口浓痰，如果吐出来的话，一定超爽的。我猜喉咙的问题应该是冷空气吸太多，不至于是肺水肿这种程度。好，回归正题，今天 G318 川藏线第10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爬上东达山，甚至也按照我以前旅行遇到大山重大目标都会提早出发的这个规则去做最慎重的准备。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完全不能适用这样的观念。首先，这一次晚上出发的气温是-6度，你身体要热起来，你就必须要动起来。但是在海拔4000、4500的地方，你要动起来，你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氧气，你就要呼吸嘛。就算你的身体可以，但是你的呼吸跟不上的话，那你就要停车，停车你就暖不起来。这一次就是因为高海拔不适应，明明脚力可以，但是呼吸就是吸不到，所以被迫躲在小铁皮屋里面等待太阳起来，结果一直等也等不到太阳照进那个山谷，后来终于下定决心骑出去。其实骑出去就算照到太阳，那个气温也是-2、-3度。在这种极高海拔区域，如果不是中午的太阳，其实升温效果有限。骑到意志力崩溃、毫无想法的时候，一看码表，还有6公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肚子也不饿，就是想说吃个东西看一下会不会好一点。也吸了几口氧气，但是我觉得临时抱佛脚吸那几口没什么用。最后真的完全没办法待在车上了，就下车牵车。虽然慢，但是如果可以稳定用时速3公里去接近山顶的话，也算是一个方法啦。后半段从东达山下坡到左贡之后，因为时间还早，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在左贡住宿。再加上我想要试试看自己的身体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连海拔4000公尺的缓爬坡都没办法爬的程度，还是说上午的东达山只是个例外？所以就想说骑个30公里抵达田妥，因为沿途的过程是上上下下，有缓爬坡有逆风，所以我拿时速12去算，大约3个小时左右。老实说，这30公里骑的也不算是很轻松，但这就比较偏心里面的，就是我想要放松，我想要立刻休息，而不是身体跟呼吸真的做不到。自从早上被东达山一头棒喝下来，那种意志力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恢复，就是想要好好的休息。明天我们会前往海拔大约4200公尺的邦达，我猜大概也是半天加一点点就会到了。但是之后会有一个海拔4600公尺的高山。你要说爬不爬得上去，我觉得爬得上去，但是接下来就是要面临我们的怒江72拐。如果要下这个怒江72拐的下坡的话，首先时间一定要够，一定要在有阳光的时候才有办法飞空拍机嘛，不可能这么重要的景点不拍。第二个是有没有办法安全的下坡抵达山脚下的村庄，这个就完全按照明天的骑乘进度状态当场去做判断了，这个我也没办法事先说死。回到今天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东达山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我是知道丹木斯跟威尔刚是有用的，但是因为在台湾你要先看医生才能去买这个药。我查到的资料是中国好像可以直接买，所以我想说直接来中国买，结果没想到中国好像也是处方药，所以这支就没有办法买到直接最有效果的丹木斯跟威尔刚。红景天的话我是有吃的，而且在爬这个东达山的时候已经完整了6天的剂量。氧气的话我觉得是备着用，对于像运动这种无时无刻都在消耗氧气的运动，我不确定有没有用。好啦，那我们这一集 G318 川藏线第10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那今天也要好好休息啊，好像每一天都需要好好休息，因为 G318 每一天都有全新魔王级的大难关，折多山、剪纸湾山、东达山，每一个都吃瘪，都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也跌了蛮重的一跤的。我是雷哥，那我们这节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从明天开始，我绝对不要在海拔4000公尺的地方，太阳光还没出来，天还没亮就跑出去骑车，这次也是学到教训啊，在高海拔的地方不要这样做，太难了。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